可让公孙雅正这家伙逮着我小辫子了，明日我恐怕就会因左脚先迈出祠堂而被休，爹也不会放过我。谁不是呢？我家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玩意儿早在那儿等着我了。我看他就是忘不了那画中人，想让我早点腾出位置。公孙雅正是三皇子的太傅，黎妃又是他的白月光，娶我本就有被逼无奈的成分，如今我塌了，他肯定想和离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找死。阿华，明天是个好日子，以死不宜活，一起吗？必须的。各位祖宗，你们也知道我自幼体弱多病，突然暴毙也不是不可能。祖宗们，媳妇儿是皇都闺秀典范，被父君当街抓到，身为贵女羞愤而死，好像挺合情理的。姐姐自缢，我情急之下伤心而亡，大公子逼死发妻，公孙家危矣。不愧是你司徒花，真够狠的。彼此，司徒翠，再叫我名字跟你急，你跟司徒大壮急去啊？谁让他给我俩取这么难听的名字？最后帮爹坑一把公孙家，就当报生养之恩了。他自小便怪我们不是儿子，听到我们死了，他也不用闹心了。只是姐姐，你当真舍得公孙雅正吗？跪了一天，可知错了？夫君向来将规矩礼法奉为圭臬，自己的妻子是个赌徒，你一定觉得很丢脸吧？知错就来用膳。公孙雅正，是不是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也不会有任何情绪变动？你已受了罚，知错能改，我会向父亲禀明。今日之事我已吩咐下去，不会损你名声，日后好自为之。谁说我知错了？我没错。身为女子，出入三教九流之地，与男男女女混在一处，你还没错。若是今日这离经叛道之人是陶李雪，你可还会这么说？他永远不会如你这般。谁又稀罕像他一样？你好歹也是个大家闺秀。什么大家闺秀？什么皇都双栓？都是装的。夫人慎言，慎个言！今日的模样才是真的我。你们都看不起从商交际，可偏偏是这些下九流之地每年供给，才能让你这高雅之人端着架子在这教训我。司徒翠，喊这么大声做什么？吓着我妹了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能把端正的太傅大人气成这样，也就只有你了。太爽了，早就想骂这家伙了，成天端着，又不是端王。把你的同情收回去，我爱得起也放得下，我明天就死，放他自由。公孙雅正，让你把我当替身，让你给我立规矩，我死了连累你遗臭万年，开心死我了。姐姐，别安慰我，我好着呢。我是想说，点心能给我吃吗？好饿。你此药名为归西丸，服之可闭气10天，和死了一模一样，金蝉脱壳，天衣无缝，妙哉！我这些年经营商道，我有钱你有我，咱们姐妹2人周游4国去。姐姐，我是你一辈子的小跟班，好说好说。不过你就这么死了，公孙燕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？丧妻另娶呗。不过他人还怪好的。那家伙也是，你懂那种反差吗？此去经年，要想再找个这样的难了。妾德行有亏，无颜再侍夫君。愿君珍重，另择良配，勿以妾为念。你别太伤心了。来人，将夫人送回去休息。嫂嫂去的突然，家中人杂，你没事就别出来了。等这件事过去，我有话想同你讲。好，隐瞒会武功一事是我不对，但我身体病弱之事也是真的。若有一日我因病去世，将军不必遵礼法为我守孝3年。遇到别的女子，若是喜欢，尽管将她娶回家来。不会，也没有其他女子。什么？我是说我会好好护着你，不会让你死的。那便多谢将军了。我去看看兄长。我会常陪你学个小情小梦。
时已到。好花，快郎主，快！将军，夫人她脉息已绝。将军，先让小……别碰她！老姐，我头好疼，归西完后遗症这么强，能不疼吗？你死了后，公孙烨发疯，不让任何人碰你的尸体。争论之间，他抱着你躲，一下子给你头甩棺材板上了。这算什么？哦，算你倒霉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我在西昭的住处，但我想等你醒后再离开东华的。爹在朝堂上和公孙丞相拼命，两位相国鼻青脸肿，闹得满城皆知，索性先带着你跑。我的姐啊，你在他国还有宅子呢，赌坊能赢这么多钱啊？想什么呢？赌博不可取，我那只是闲暇时的消遣，又不是真每天泡里面。那你到底有多少钱？虽然外面的人都说我是东夏首富，但没那么夸张，东夏前3而已。我勒个豆！司徒小翠，你藏得够深的啊！常听咱爹提起，东夏有个了不得的商人，3年时间盘了皇都大半的商铺，每年给朝廷捐1000两生意，遍布4国，但其为人神秘，从未露过面。感情你就是那个羽族先生啊！我已经坦诚相待，现在来说说你吧，好妹妹。我怎么可能有事瞒你呢？我绝对不是什么双狂刀，也不叫草别岩。好你个司徒小花，原来之前病得闭门不见人，是偷溜出去打架了，亏得我让商队满世界给你找药。这疼。我是气你不把自己的小命当回事。以前只知你喜欢学武，我想着当锻炼身体也没有坏处，谁知道你一不小心练得这么厉害，还敢出去跟人真刀真枪的动手，万一打斗中犯病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姐，一般开打前我都会先塞一把药，从来没发过病。曹女侠，名不虚传。曹女侠，名不虚传。这哪是双狂刀草别岩，这分明是草猫脸。姐，你什么时候破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你这辈子是看不到了。你别让那10尊大佛跟着我了，我很强的，能打得过对手。现在搞得好像我仗势欺人似的。你是我妹妹，偶然仗势欺人也无不可。他们有怨气，咱拿钱补偿他们。去把那些人的名单记下来，每人送去10万两银子。雨季名下的所有店铺对他们终身免费开放，只一个要求，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嘴，免得二小姐听了闲话不开心。姐，你当着我的面贿赂我的对手不好吧？我这是心疼你。你的身边那几人乃江湖前10，你连前10都没进，还有心急，叫我怎么放心？那是因为我没去参加比武大会，比武论剑要连续1个多月呢。我在闺中时哪有机会离家1月？武林大会3年1比，本月15正好到日子。我若证明我的实力不比他们差，可否让他们离开？成交。说话算话。你若真能证明自己，不必你开口，我亲自把那10尊大佛送走。站住！这是我重金培养的奇人，身手敏捷，能日行千里，专门传递消息，使命必达。我为他取名为顺风腿。这样的能人，我可只有2个，分你1个。那10位高手已经各自离开去准备比武大会了，他们回来前，你有什么事就叫顺风腿给我传信。就他？神呢？在这儿。顺风快腿，恐怖如斯。行，我带他走，少惹事。我这次是去扬名，不是去闯祸。多谢女侠，不必客气。是曹女侠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草别言。耶！看见没？这回不是草猫脸了。小姐英明。走，去比武大会。选在这儿好，离皇都10万8千里，绝撞不见熟人。公孙大人，请上座。不会吧？
等等，转过身来。夫人，翠翠是我，公孙雅正。公孙大人，你认错了吧？这位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双狂刀草别言，他闯荡江湖已经快10年了，怎么会是你已逝的夫人呢？或许只是长得相像罢了。是啊，是我逼死他，亲手下葬了他。在下失礼了。曹女侠有哑病，你不会说话？你果然不是他。若他在，定要骂我个狗血淋头。不过你倒是很像另一个人。曹女侠，现在更像了。绑上马车带回皇都，即刻传信边关，让阿宪回来。是。软金伞，曹女侠醒了就老实点儿，省得吃苦头。顺风腿，赶紧回西昭找姐姐。小姐，告诉她我被她前夫抓了，让她快跑。记住，此事一定要亲口告诉姐姐，就算天塌下来也耽搁不得。打扰了。不是，我那么大个正人君子姐夫呢？大人，人已连夜快马回皇都。曹女侠在想什么？曹女侠，你觉得说谎的人应该受到什么惩罚？还不开口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如果你是指我会说话这件事，那也不能怪我，我只是话少，可从没说过自己不会说话。你们过得如何？衣食无忧，还挺好的。到皇都了，我那个弟弟这些年在战场上磨练，下起手来没个长种。趁最后的时间，
好好养精蓄锐也是好的。东家，小姐让我亲口传信给你。小姐，东家让我亲口传信给你。小姐说：“我被你前夫抓了，快跑！”东家说：“妹，无命休矣，速走，速走。”小姐，东家，顺风快退，使命已达。姐，或许你可以省2份工钱。有理。你在西周是怎么被抓的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差点跟公孙义拜把子了。啊！我失去挚爱，妻子宁死不愿与我相守。巧了，我也遇人不淑，丈夫身在心不在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好兄弟。大妹子，公孙谢收到传信，从边关赶回，途经东夏与西昭边界，正好撞上你。而我30天的比武大会，偏偏撞上公孙雅正去巡查。背时啊！姐姐，你说我们再假死一次行吗？妹啊，除非我们碎成一块一块的，不然怕是不成了。逆女！逆女！爹，带走！没用的东西，老子这张脸都让你们丢完了。既然已经脱身了，为何还会被逮回来？成事不足。原来爹是怪我和阿花突然出现，坏了你的好事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和我顶嘴！难道不是吗？您借我和姐姐之死，逼得公孙大人辞官隐退。如今我们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在怕那个压了你半辈子的人也重回庙堂？放肆！还请爹别忘了，当初陛下身体晃漾，公孙大人致信，整个朝堂以您为首的盛况，是我和姐姐用命为你换来的。如今我们虽落人把柄，却也给你争取了2年时间。这2年，你把3皇子扶上了储君的位子。不管过程如何，你让我们嫁进公孙家的目的，不是已经达到了吗？无论如何，还请爹多为你的儿子考虑。司徒尚才5岁，你要在朝堂为他铺的路还很长。是留着我跟姐姐日后再用，还是现在杀了我们，换一个年迈的公孙启不回朝堂？哪个更划算？你应当算得清楚。相国，2位姑爷来了。记住你今日的话。
怎么了？浑身汗兮兮的。还请转告司徒大人，下次想念女儿，大可传信小婿，我会陪夫人一起上门。若夫人有何处做的不对，请司徒大人来与我说，别吓她。今日押走夫人的人，全部断手。没关系的，只是被绳子磨得有些泛红而已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小病小痛亦不可忽视，积久难医。我不想因为一时疏忽，让你再一次倒在我面前。吐血晕倒，那都是假的。我爹好面子，你们今日在他的地盘伤了他的人，恐怕不妥。你离开东夏有些时日了，应该不知道公孙家和你爹早已经连表面和平都维持不下去了。一层窗户纸的事儿，捅破便捅破了。你放心，待会儿回去我就去祠堂跪着。我正想问，下人说你和嫂嫂是在祠堂被带走的，你们为何要跪在祠堂？捅了那么大篓子，你和姐夫却让我们好好休息。我跟姐姐都觉得，还是去祠堂跪着更安心。没有什么比好好活着更重要了。我和兄长都这么想。这么好的公孙仙，可惜喜欢别人。对了，你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姑娘了吗？就是画在帕子上那个。你知道那块帕子？之前偶然瞥过眼，你放心，我只知道画了姑娘，没看清。所以你到底找到她没？找到了。哦。那啥，你全当我自作多情。我怎么觉得这画上的背影，那两把刀这么眼熟呢？她就是我的意中人，双狂刀草别岩女侠。二公子，宫中传旨。出来。看清了再学。手别抖。不错。
二夫人，二双也天未亮便出城了。边关那边还是没有回信。跑什么？近来山匪作乱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朝中无人肯派兵。你早就知道我是草别岩。也没有很早，是在剿匪那天确认的，可惜没找到机会跟你坦白。若是知道你会误会，我才不管什么时机不时机。那你当时莫名其妙跑去边关，杳无音信是因为？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三心二意的混蛋，一边藏着别人的画像，一边对你懵懂。冷静过后，我准备与画中人告别，放下过往，于是去了莫桑城。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他的地方，说来荒谬，当初匆匆一瞥，我甚至都没看过他的正脸，竟记了这么久。天意难违，我在莫桑城发现你可能就是草别岩，于是回来后才会处处试探。你们随我进宫一趟。走了走了。你们和好啦？你们不也解开误会了吗？不对，公孙雅正不是和黎妃不清不楚吗？你可别犯糊涂。方才都解释清楚了，他不喜欢陶丽雪。哎呀，羞死了！你清醒一点，别忘了，刚接我们回来，他立马就拉着我家将军进宫了，不是幽会老情人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事怪我，当初留下一封绝情信，说死后要与他和离。那林妃多管闲事，非要主张和离事宜。我夫君一直拖着没同意，确认我还活着，他立刻就进宫说明情况，要陶丽雪收回命令。讨厌！阿花，干脆你入朝为官，把司徒大壮搞垮吧。我只对经商感兴趣，你的脑袋瓜比我转得快。前朝后宫之事，司徒大壮经不过你的。你说我？姐，你忘了，我有个致命的弱点。我洗洗睡吧。宫里来人了！
黎妃娘娘生辰，特请2位夫人入宫赴宴。2位夫人，娘娘有请。你是何人？殿下！太子童言无忌，2位夫人莫怪，娘娘言重了。远儿他们2人，一位是你太傅的夫人，一位是你师傅的夫人，快见礼。娘，我不要嘛！不可无礼。孩子年幼，失礼了，让2位夫人见笑。娘娘言重了。本宫瞧着这镯子很衬你。陶凌雪到底想干什么？很明显，她想拉拢我们，准确的说是拉拢我们的夫君。公孙家现在确实有2位公子做主，但他们2人都是太子的老师，何来拉拢一说？因为公孙家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专属，他们效忠的唯有天子一人。今日宴席，陛下全程未出现，加之爹的态度，陛下恐怕……黎妃出身将门，父兄拥兵在边关虎视眈眈，是公孙燕在牵制他们。而朝堂上，父亲和黎妃是一伙的，唯一敢和爹叫板的只有公孙雅正。虽然3皇子成了太子，但那是陛下无奈之下被迫立的。他属意的继位人选乃5皇子，只要一到圣旨，太子随时可能被废。他们2人是太子之师，却也是皇子之师。太子继位，最大的威胁就是公孙家，拉拢他们才算万无一失。如今天下顺子，4国鼎立，若陶家兵临城下，引起内乱，又有多少人要死于非命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和嫂嫂今夜去西昭。这么急？路上别停，到了西昭自会有人接应。你们不跟我们一起走？我们还有事。听话。停车！你也觉得有问题？宫中定是出事了。陶丽雪疯了吗？他父兄还在前线跟北燕打仗呢。不要妄下结论。可那守将是刚从边关回来任职的，是陶家的人。姐姐，宫中事变的消息绝不可走出这座城，不然边关危矣。我这就去调动我在皇都所有的伙计，还有我雇佣的高手，今夜出城者，来一个杀一个。传令下去，封死各处消息，盯紧城门，谁敢往外递信，先拿下再说。是。你们跟我走，我进去看看。你小心。
考证！你这个被主的玩意儿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勾结北燕人？娘娘，省点力气吧，说出太子的藏身之处，我饶你一命。我呸！殿下快走！跑！老子杀了10多年的猪，手还熟着呢！来啊！二小姐别装了，老爷不吃这一套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让司徒上一生平安。快说，太子在哪儿？你这歹人，我爹当年就该让你冻死在路边！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来啊，是男人就动手啊！看看黎妃吧，她流了好多血，一定非常痛。但只要你们交出太子，她就不会痛了。想用本宫威胁远儿，陶晴，你真是个怂货！闭嘴！钟离远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杀了这个女人！远儿，记住今日，来日才可杀尽天下不忠不孝之人。拜托二位照顾远儿。娘娘，不可！陶家父子昨日已战死沙泉，边关已是北燕囊中之物。如今皇帝和黎妃已死，太子与五皇子也被追兵杀了，东夏可破。太子也死了，皇室无人了。谁说我东夏无主？奉东夏太子之命，犯我国威者，诛！众将士听令，随我护卫幼主，杀！大人，救救我！我还要有用，带我一起走。夫人，你受伤了？不是我的血，有更重要的事。顺风腿来传信，边关出事了。陶强没有骗我们，
陶家父子真的战死了。边关无主帅，大战将来，皇都内还有残留的北燕余孽，昨夜逃散了不少。请师父领兵，速赴边关。臣领命。你且放心去，皇都有我。夫人处理内忧，为夫解决外患。莫桑花开时，吾定速速归矣。搜，一个都别放过。送去边关的粮草和过冬的衣物已经出发了，由我的商队护送。途经西，没人敢打雨季商队的主意。我让禁卫军帮着百姓重建家园，也组织了人手安抚百姓。如今皇都的秩序正在慢慢恢复。臣辅佐新帝，稳定朝堂，那些不怀好意的奸臣都已处理。边关可有消息？上午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先帝属意未明，岂可草率？太子名正言顺，自当继位。五皇子仁厚贤明，也未尝不可。遗诏有旨，太子钟离远继承大统，五皇子钟离震封为镇国王，掌监察之权。臣等叩见陛下。皇位传给了五皇子。二位殿下，谁想当皇帝？姑。你答应过要帮尚儿，他是你弟，你发誓。爹啊，我和姐姐真的这么不堪吗？就因为我们不是儿子？相爷放心，夫人腹中乃双成男胎，脉象无错，当是两位公子。是两位小姐。不是说双生男胎吗？结果生了2个丫头，真是笑死人。我不要当皇帝，我宁可去种菜，也不要当皇帝。朕殿下仁善，可为贤王，不宜为帝。姑明白。臣等参见陛下。奉先帝遗诏，太子钟离远继承大统，五皇子钟离震封镇国王，掌监察之权，改国号安顺。边关大捷，北燕愿与东夏签下互不来犯之约，结百年之好。人呢？
司徒大人言行粗鄙，行事莽撞，岂可久居朝堂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昨日在朝上说臣屁事不干，废话一箩抛，难道不是？陛下，臣请参司徒花。臣也请参。退朝。都半尺后了，谁让你见人就怼？都是些听不得真话的。早告诉他们我不适合当官了，那你还不是一当就3年？将军劳苦功高，朕心中有数。臣已无挂碍，愿归。我也辞。你们2人倒是退得干脆。臣不适合朝堂，陛下早该知道。可算把你这张嘴放出去了。路上小心。这里面的银钱足够你们母子衣食无忧一辈子。多谢二小姐。阿姐，回你母亲的家乡去，好好长大。看什么？我想跟你学打算盘，学怎么让百姓过得更好。老伯，这稻苗怎么种才壮？多施肥，勤灌水嘞。这后生真用心，钟离公子真仔细。应该的。这公子记账真快啊！送哪儿？京城。好嘞。臣请去西北，那是最偏远、最贫瘠的地方。这孩子倒有胆量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当人们提起西北时，不再是避而远之，而是憧憬向往。臣要东夏的每一寸土地都富饶。娘，哎呦，小混蛋！娘，轻点，轻点。都是你惯的，彼此。乖，这里算错了。我想西招南风馆里的小曲儿了。我也。跑吗？你跑我就跑。走走。嘘。不准走！带我。娘去哪儿？我也去。完喽！好了，不跑了。还跑吗？